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肥话连篇，我是肥姐。我是惠子。6月份、7月份、8月份，咱们聊了高考，聊了毕业，聊了毕业生找工作，然后又聊了同居等等这些话题。现在想想，感觉我们聊的好像都是跟年轻人有关的话题。因为我们就是年轻人呀。就是年轻啊，就是特别嫩啊，现在。但是就是回想一下，感觉好像我们很少关注老年人。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媒体上，其实也很少有跟老年人相关的东西。是吧？一般出现老年人相关的信息，都可能是什么？老年人又发了什么奇怪的养生谣言，或者是被骗了。啊？对，感觉好像互联网这东西就是一个年轻的东西，是，所以上面的很多信息都是年轻化的东西。对，所以我就想说嘛，我们很少关注老年人，也很少关注变老这件事儿，所以今天咱们就想说来聊一聊关于人老了这个话题。好，我准备了一首歌。哦，上来就 K 歌。对，来，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跑调的歌。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是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这个歌具体的歌词，但是这个歌很有名啊。当你老了，当你老了，走不动了，走不动了。炉火驴怎么了？驴现在不拉磨了吗？驴。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非常棒，非常棒啊！足足浪费了听众1分钟。唱完了。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聊一聊啊，关于人老了这个事儿。首先，我先想问，就是你害怕变老吗？我觉得我特别怕变老，有多怕？就是我想到就会心跳加速。哦，就是那种实际的感觉，好像是见到一个恐怖的东西那种感觉。对，因为变老会让我想到死。哦，你就其实很害怕死亡的一个人。他们两个这个意象之间，就是让我觉得很容易就联系到一起。是，惠子有多害怕死？我跟你们说啊，就是他隔三差五就会突然间说：“哎呀，好像那种死亡的感觉一下子来了。”然后他就会特别害怕，甚至他要尖叫，然后必须要有人想办法帮他赶紧把这个，无论是拥抱他呀，还是安抚他呀，还是怎么样，让他这个感觉赶紧度过。不然的话，他就像是那种就像发病了一样。特别吓人。对，有点像惊恐发作，但是没有那么严重。我是觉得可能是因为我特别太爱自己了，觉得自己太好了，没有办法让这个世界失去我。我一想到这个世界之后就没有我了，然后我的意识全部都消失了，我就会特别的恐慌。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会觉得，我就会去联想我们身边的一些老年人嘛，我就会觉得，哎，他们的生活好像并没有特别好，对吧？就是老了很惨是吗？对，老了很惨，就也没有住得好，对吧？像我们身边认识的一些老年人，可能他们都还住在农村，对吧？住在1楼，然后也不爱开空调，然后也不买新衣服，然后走在路上，对吧？又慢。就是你看到的老年人都是那种垂垂老矣，然后让人觉得没有那种很欢快的感觉，所以我就会害怕。包括你看那些形象，他们会皱纹啊、老年斑啊，对吧？然后身材都很不好，就会让我觉得我特别害怕变成那样。但我跟你说，你刚才说老人不开空调又什么不买新衣服啊什么，你觉得好像你看起来他们很惨，但我之前是有听说，就是他们当然会节约了，会格外的节约，甚至有一些完全没有必要的去省钱嘛。但是也有一个很现实的，就是老人好像岁数大了之后，他就是容易冷，就他感受不到那么热。因为我奶奶以前就是这样，我奶奶就是老被我妈说你为什么大夏天要穿那么多啊？我奶奶就是那种，甚至夏天可能都要穿那种棉马甲。我妈说你这不热吗？我奶奶说她就是不热，就脱了就是冷啊，就是因为人体质可能真的就是随着年龄增长之后就变弱了，所以他可能没有像我们年轻人就火力这么旺。你现在夏天你觉得我燥我热我流汗，但是可能你上了岁数之后，你确实就是感知不到那个气温的变化那么明显，是你可能始终都是一个比较凉爽的状态。对，所以我也挺希望变老之后可以就是不会感觉到这么热，也挺好。所以你的意思你不是很怕咯？这个问题我当时想的时候吧，我在想，你说我真的不怕吗？其实可能也不是不怕，就只是不是很担心这件事儿。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它就是你不可抗力的一件事儿，它一定会来的。你不可能说我因为怕，我因为焦虑，我因为我不想它来，它就不来了。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它一定要来，你躲也躲不过，所以可能我也就没有那么害怕，就比较容易接受。
OK，我觉得这个你说出来这一点，其实也是我心里面的一个点，就是我虽然表面上很怕，但是慢慢的我现在也觉得并不是特别特别怕，因为我前段时间看到一句话，他说死亡是一个恐怖的真相。对的，就是它是一定会到来的，虽然它好像很可怕，但它就是一个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我想，反正每个人都要死，好像也就好了。如果说有的人不死，然后我就必须死的话，那我肯定会特别害怕。你记不记得我之前有一段时间跟你说，我说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和西方的文化体系里，死亡这件事儿，大家为什么看待的心态不一样？就是因为在中国人眼里，死亡是一切的结束。就是你死了之后你就结束了，你这个人就没有了，你化作一股烟儿，化作一个句号，都是这种比喻嘛。但是在国外的人眼里，西方的人眼里，大部分人啊，他们认为死亡其实很多人都说我 go to heaven， 或者你 go to hell， 对吧？你无论是去 heaven 了还是去 hell 了，你是上天堂了还是下地狱了，你都是感觉去了一个新的地方，是一个 new start， 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他们眼里面就是不害怕死亡，是因为死亡不是结束，死亡是换了一个方式，新的开始。咱们东方的文化体系里面，大家就很害怕死亡，所以就会害怕变老，因为老跟死亡像你说的是一个必然的联系。西方的人可能觉得好像老了也没什么，我要是老了，我死了，我可能又去新的一个地方，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化作了一个新的形式。那我们不是也有吗？就是你会投胎啊，但投胎可能会进畜生道。这么幸福吗？我终于不用做人了。对，然后另外就是我其实对于变老这件事情，刚才说的虽然不怕嘛，但是我还是会存在一些焦虑的，因为我是觉得变老之后，你的整个生活状态都会有改变，因为你的人的状态会产生改变，所以你的生活状态就必然会随之而来有变化。比如说，你不能穿现在同样的衣服了，你不能像现在一样玩命的运动了。你不能像现在一样走南闯北，不能像现在一样说出去旅行就出去旅行，因为你身体各方面机能都开始下降，你可能越来越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对吧？或者说你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局限，这个可能是我相对而言比较担心的一件事儿。就对于变老来讲，我就很担心我老了之后，我没有办法再像现在一样有活力，像现在一样去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会受限制。这个我其实不担心。因为本身你就是平常就是把自己限制在那儿啊，就是30几岁的人一直过的都是70、80岁的生活。我想说的就是，之前我在心理学的那一期里面也分享过嘛，就是埃里克森他有一个发展理论嘛，他会把人的发展划分成几个阶段嘛，那老年期就是人生最后一个阶段，他每个阶段都有自己要去完成的事情，老年期也有。所以我会觉得，老年期有属于他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 OK， 就不会在意这些，就是你说的这些，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一样，那肯定是不一样。毕竟年轻的时候没办法坐轮椅，老了之后可以坐轮椅。对呀，一个新的 check， 对吧？老了之后可以不洗澡。年轻的时候不会尿到裤子里，老的时候可以拉裤裆。check， 都给自己都 check 上。好。那我还想问，你觉得多少岁算老？我之前不是说了吗？40多岁的老太太。就是咱说抛开挨打这种可能性之外，多少岁算老啊？对，你觉得多少岁开始你觉得就算老了？或者说你觉得你自己到了多少岁之后，你会给自己定义就是我老了啊？我觉得这个真的特别难，就你一定要说是一个年龄时间节点，真的很难说出来。那大致范围也可以。那我会觉得50、60岁对我来说就是算是老了。所以你觉得咱们父母都已经老了？对啊。我是想说，中国不是有一个话叫七老八十吗？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要是归说老年这个年龄段，我觉得70朝上可能才能刚刚进入老年，是吧？对。但是你说人开始变老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开始走入变老这个阶段，可能真的50、60岁就已经开始走进去了。因为我自己没有这个经验嘛，但是当父母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在说，就是现在50多岁嘛，还没有到60，快到60，他们说，真的是感觉身体断崖式的不行。那咱们30岁的时候就有这个感觉了。对，但是我其实觉得岁数真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岁数其实不是一个变老的明显的指标。变老这件事情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指标比岁数更能够让你觉得你自己变老。就是为什么有好多人其实你看他年纪很大，但他其实不显老，对吧？他不显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其他指标没达到，比如说他颜值还是很年轻的颜值，
然后比如说他身体状态还是很好，很有活力，还能运动，嗯对，或者说有些人，我觉得最重要的，在我心中最重要的，比如说你的心态没落后于这个时代，你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一个非常高的接受度，我觉得这些都是代表你其实没有变老。所以换过来说，就是当这些指标开始，比如说你开始变得特别守旧了，你开始变得特别不接受新鲜事物了，你的心态开始变得特别老了，然后你甚至开始身体严重的衰弱，对吧？这些东西反而我觉得是一个人开始变老的一些指标。对，我爸妈跟我说，就是他们就觉得好像自己的身体精力跟不上了，就没有力气，对，就到了晚上就特别累，对，然后包括抗压能力也不行了。以前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做生意，一下子要投入多少钱，我要贷款怎么样，就觉得无所谓。但是你敢拼，老了之后，可能觉得5块钱要投入5块钱吗？就是会有这种感觉。现在5块钱就可以做生意了吗？这不是举个例子吗？哦，对对，就是嘛，就是没有那种血气方刚的感觉了嘛，你开始保守了，对，你开始会担忧，你开始会觉得说，哎呀，我是不是再去投入，或者说我再去非常的血气方刚做一些事情，那些风险我承担不了了。是，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就是象征着你可能已经开始走向变老的这个趋势。但有一个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家叫艾伦·兰格，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的认可。他说，衰老是一个被灌输的概念，就其实不存在衰老这件事儿。对，其实就是你就是在正常的生活，然后最后就是你活到后面死了嘛。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在说的老年变老，其实就是你死亡前面的这一段生命时间而已嘛。就衰老这些都是词，文化词汇它都是一个造出来的词。哦，对，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去定义说，你多少岁了你就算是老了，或者你就是老人了。但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就是身边的一些老人，或者说我们觉得上了岁数的人，他们有哪些行为会让你觉得就不年轻？就是哎呦，我看到有人做这种事儿，你觉得这太老了，太老气了，这行为太老了，老气横秋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行为？你先说一个呗。因为我身边就真正的老年人啊，就比如说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人，很早都过世了。你说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这些人啊？你在说什么？怎么了？就是我在演这种就是老啊，哦、就是听不到你说话了。天哪，完全 get 不到你，我还以为我想说我都说2遍了，你还没听清？你聋了吗？聋了呀。对，我就说嘛，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过世了，很早都过世了。所以我身边也没怎么长时间的看到很多的老年人，所以在我心里，我就现在觉得我的父母开始已经有一点变老的趋势了，因为他们都马上都过60了，他们现在有很多行为，但他们年轻的时候是都没有的，所以我只能把它定义为是因为他们变老了，所以他们才有了这些行为，比如说他们开始变得特别节约，就这种节约不是说我们所谓的那种中华传统美德的节约，是那种我认为不必要的节约。对吧？比如说我妈以前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买衣服，特别喜欢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她觉得我既然喜欢，我就应该买。但是现在不是了，现在她就是什么都不舍得扔，就她觉得无论是吃喝的东西，还是家用的东西，还是衣服裤子鞋，她都觉得哎，这东西也没坏，也没过时，还能用，我就留着。不喜欢扔，然后家里面就会新房子装修的时候就会想尽一切办法搞一些储物空间，然后堆上那些陈年旧物，对吧？包括他们吃的东西，他们就长期都会说什么，哎，过期个几天也没什么问题啊，就吃了。对，当然可能确实咱们的风控期间呢，确实过期了，咱也吃了。讲心里话，确实是没问题，对不对？但是我是总觉得，就这些事儿，他们年轻的时候不会干，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是我得吃好的，对吧？我得买好的，我得穿好的，我得用好的。哎，等到上了岁数之后就变了，包括买衣服这件事儿。我妈以前太喜欢买衣服了，就是太夸张了，就是她那个时候上班的办公室写字楼就在我们类似于这种商业区里面，商业中心，每天中午都要下来买衣服，每天中午都要下来逛街，每天下班回家你都看她除了一手拎着菜，另一手又拎着新衣服的购物袋，就这么夸张。然后什么贵买什么，什么好买什么。哎，到了现在你会发现什么都不要，没有用，我不穿了，够穿了。就是类似于感觉，你听他那个话就感觉好像我只要有一件衣服就够穿了，就是有衣服穿就是够穿了。那我爸妈不也是这样的吗？我爸妈以前也是很爱买衣服的，而且他们还会去大城市，因为我们家属于小地方嘛，他们会来上海，然后去杭州专门买衣服。对，我天！有一次是我爸妈跟我讲，他说我还很小，可能上幼儿园的时候，让他们一起来上海，我爸买皮夹克。
哎呦，皮夹克，对，然后我妈就买那种套装，都是那种什么真丝的嘛。然后营业员还问说：“你们俩是准备结婚吗？买这么多好衣服？”然后我爸说：“你看这个旁边爬来爬去的这个小孩，就是我们家女儿，都已经这么大了。”哦，对，然后我妈现在他们是什么情况呢？我觉得我妈有一个点很好笑，就是我们不是会给她买衣服嘛，然后她就会说她穿着不好看，然后让我穿。但你也是实在，你妈说穿的不好看让你穿，你就拿回来穿了。那不然怎么办？我就觉得那她没有必要跟我说虚的吧。我是觉得她就是客气客气，你留下来了她就穿了。但你每次都是一说不好，你妈一说她穿的不好看给你了，你就立马拿走了。我觉得就是他们会有一种感受，就是毕竟他们是从年轻来的，这个是我妈跟我说的，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富有，然后可能也买不了那么多好的衣服。他觉得年轻的时候就自己特别想穿，而且年轻人穿的更好看。他们现在其实就是有钱了，他觉得我也不需要这些，就他还不如说给你买，你可以穿。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现在不需要这些华丽的外表来证明自己了，对，不像我们现在还这么肤浅，对，就是还喜欢这些东西。对，就他们就是说底儿厚了，我靠银行里的数字来证明我自己。就是我觉得这也算是一个变老的征兆，就是不会再过度的追求这种名利。是的，对，包括其实利益对他们来说也没有那么追求，就是对挣钱这件事情啊，就是我是觉得一个人变老了，就是他也没有那么想要追求去挣钱了，对物质的这个渴望。你这么说，我觉得就是人老了之后，年轻的时候你会想钱是挣来的，到你老了之后，你的思维会变成钱是省来的。就这个思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思维的变化。好多上了岁数的人，他就会，因为他本身他可能也没什么能力去挣钱了，然后他也不考虑这些事儿了，然后他更多的觉得就是，哎，我能不能省一省，把这个钱省出来，越省越多，就感觉这种想法。是对，我外婆也是，就是特别的节约。你不是跟我一起去过她那个房子吗？她那个房子里面不是特别多柜子吗？然后她那个柜子打开，里面就全部都是她几十年前买的布料。布料为什么要留着呢？他为什么不去做衣服啥的？哎呀，我跟你说，就是他年轻的时候买的嘛，然后呢，他就藏着藏着，他也不舍得扔，但是到现在都没有裁缝了。这个行当已经没了，就只剩下布料了。然后包括你讲的那个什么过期了他非要吃，然后包括那个南方不是有很多食物它本身就是可以储藏很长时间的嘛，他经常就是可能去年前年的那些鱼干啊什么的他还在吃。所以你们那个臭菜确定是做的吗？还是说它自然而然就臭了？有可能是以前的老年人发明的。节约的产物，通过节约的方式发明了一种美食，把东西放臭，然后大家再蒸了吃。包括我觉得就是跟节约有关的，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爱占小便宜。有点，对吧？像我外婆不是出去吃饭，就一般像我们这种，比如说到了一家餐厅，那个一包一包的湿巾，如果要付款的话，那买过了我们肯定会带走嘛。对。然后有一次不是你也在嘛，我们在一个餐厅里面吃完饭，然后人家桌子上的那种大包的抽纸，对，用了差不多还有2/3，我外婆走的时候。还给他放进自己的包里了。对，我当时刚好从那个门口经过，看你外婆正往包里放，然后那个服务员说你干什么？然后你外婆还找理由说我要上厕所，然后那个人说你上厕所你就拿几张纸，怎么还整包拿走了？对，其实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他们就是想要节省的一个表现嘛，因为他拿了别人免费的这一包东西之后，他回家就可以少用一包自己花钱买的嘛，对啊，这不就是节省吗？对啊，对吧？或者说有些他就觉得说没必要，就像比如说有好多年轻人会抱怨说带自己的父母出去旅行，然后父母都会带很多吃的，把家里很多吃的带，甚至很多人会把家里面那个弄那种大的矿泉水瓶灌上水，说带着路上喝，就连水都不想路上买。那不就是你们北方就是去洗澡、啊、一定要自己偷偷带一堆吃的进去。我跟你讲，以前我妈他们我还遇到过更夸张的，就去吃那种火锅。点完菜之后还要自己带一些东西进去涮，因为反正最后就倒到那个锅里了。有啊，我去参加过。对呀、自己就反正你都倒那锅里了，服务员也看不出来嘛，你知道吧？就是说我点一些，然后我再自己倒一些，然后就觉得好像吃的很满足。就我觉得就是当变成这样之后，你还是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是年轻人会干的。你可以这么理解，就年轻人要脸儿。有些人他就是上了一定岁数之后，他就开始无所谓了，就像你说的，他不在意这个事儿。我为什么要在意有没有人看我，别人怎么看我，无所谓。我只要自己过得舒服就行。我有的时候会跟我妈说，我说哎，不要这样。我妈就最多就是她因为我在意，
所以他不做。但他并不会告诉我说 OK， 我懂你的意思了，这么做不好，他不会的，他就说 OK， 那就既然你在意，我就不给你丢人，就不搞这些事情。对。而且你会发现他们这么不在意自己脸面嘛，这么无所谓嘛，就像你外婆就是咵给人家纸巾拿走了无所谓，对吧？对要咱肯定拉不下这个脸。但他们有一件事他们会变得特别在意，就是参加什么同学聚会，参加什么朋友孩子的婚礼，我的妈呀，那可太要脸了。就是我经常有的时候就是会在家里面，比如有的时候看到我爸妈突然间有一天就是盛装打扮，就是他们平常你会发现他们怎么舒服怎么穿，对吧？你也看到，包括你爸妈也是怎么舒服怎么穿。突然有一天你发现我妈穿上高跟鞋了啊，连衣裙了，我爸穿上皮鞋了啊，我爸又这弄头发了，一看肯定要么就是参加什么同学聚会，要么就是去朋友孩子婚礼，他们才会这样。就是虽然一方面他们日常生活不太在意自己了，但是这种场合他们变得格外在意。这个我爸妈好像也会。就我妈她会有一些专门穿去这种场合的衣服，然后包括你刚刚说那个高跟鞋我也特别有体会，因为我妈是从来不穿高跟鞋的，是，但是她只要是去参加她朋友或者同学的这种孩子的婚礼，她一定是要穿上她的高跟鞋的。而且我觉得我爸妈，我爸倒还好，我妈还有一个特征让我觉得是特别就是往老龄化那个感觉走的，就是特别害怕自己得病。是我妈年轻的时候抗造到什么程度？我告诉你，真的不夸张。我妈有一次在商场逛街，旋转门你知道吧？我妈胳膊被旋转门夹了，就不是说是那种夹到肉了这种夹了，是就胳膊横在那儿，旋转门就嘎一下就过去了，就是那种感觉，你懂吗？就是咵一下就压上了。你妈是不是说，哎，这个谁谁谁要走是吧？我给你挡一下门。不是，就是好像是那都不是自动旋转门。这可怕就在这儿，自动旋转门你一挡它就自己停了，那是有别人在那儿推，是因为后边一个人推的太用力，夹到我妈了。当时就是这个胳膊，我妈这个手肘这个地方都紫了。要是现在你不得去医院就拍片子检查什么吗？我妈说她没事儿，感觉我妈动说没事儿，走吧。我妈说就是紫了而已，没关系，小事儿，让人就走了。后来我见到我说妈你胳膊怎么了？我妈说哎没事儿，刚才旋转门有人推太快夹了一下。我说你都不用去医院，就骨头没事儿吧？没事儿。最后是发现是骨裂了。没事，把人放走了。那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你这隔三差五喘气儿不舒服了，完了，喘气儿不舒服，完了，肯定有问题呀，肯定是得病了，去医院检查呀，这种感觉。还有头晕啊，头晕啊，完了，不行了，头晕呐，走路像踩棉花一样呀，哎呀，我得去医院检查呀。就现在全是这种，就是身上哪有一点痒，一点疼，他就会给你脑补成那个最严重的病。头晕了，脑里是不是长瘤了？喘不上来气儿了，我是不是肺里长瘤了？磨玻璃结啊，对，全部都是这种东西。只要你去医院查吧，什么事儿没有，他就回来说了，哎呀，什么事儿没有，怎么可能这样呢？不可能，肯定是有问题呀，医生没查出来啊，走啊，咱去北京看呐，咱去上海看呐，就这种，就他必须要最后有，他就是那种感觉，好像是你今天不告诉我得大病了，我就不罢休，我必须要查出来，就这种感觉。对，所以我是想的，他们肯定也是，这就是上了年纪，你就是担心。对，但你说的这个，他们担心是担心，但实际上我觉得变老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还是身体走下坡路啊。对，所以为什么我不担心我妈嘛？因为我妈这个身体就是虽然她天天在这说自己这儿难受那儿难受，但是实际特别硬朗。对，就我们出去逛街，我反正肯定是走在最后，根本跟不上那个速度。咱们带我爸妈不是一起出去旅游，永远都是我妈走在第一个，我爸紧随其后玩命追，然后咱们两个人就是彻底放弃了，根本追不上。感觉差一点就要坐观光车才能。我都不知道他说这个脚踩在棉花上是踩的是筋斗云吗？这么快，根本哪有感觉像踩在棉花上的感觉呀？健步如飞，嘎往前走。对，然后每次走完之后还说：“哎呀，累呀，哈哈，两条腿跟棍子一样啊。”我说：“那你就别走那么快呀，就走的比那机场里那个有开的那个载人的车都快，就往前嘎嘎走。”对，但老年人好像确实也这样，就是他们喜欢冲在第一线。你看那个，之前不是给我解释吗？说什么中国人的民族潜意识？对，就是他们这个年龄嘛，就是害怕落后嘛。因为经历过嘛，经历过吃不上饭，经历过要靠这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嘛，所以他们就总想说，我抢到前面我就有饭吃了，我抢到前面我就有东西买了。对，后来我想，可能还有就是对于他这些什么电梯呀，然后地铁呀，他们可能也是新鲜事物不懂，就觉得我得赶紧进去。不然这门会不会夹我呀之类的，所以他们就会往前冲。那对于抢座位这种事儿呢，是说座位也会夹他吗？因为他累呀，他身体功能退化，他累，所以他得坐着。但他抢那一下子，那肉搏那一下子，没感觉到他累呀？啊，
他就是爆发了一下，把他仅存的那个能量爆发出来。了一下，爆发力，我跟你讲，这个爆发力是可以的。上地铁那一步的爆发力，抢座那一下的爆发力，超市收银结账那一下的爆发力。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们身边这些老年人啊，他们就是特别手能提，肩能扛。这个应该是我跟你讲，可能就是年轻的时候练出来的。咱们这一代人有点生在好时候。咱们你看，互联网现在这么发达，外卖这么发达，对吧？你超市的东西你可以在外卖叫，网上买东西全都给你送到家门口。然后你这个外卖平常吃饭，对吧？全都给你送到门口。很少有人出去说大包小卷的购物，对吧？就算出去大包小卷购物，现在咱都有车，都是开着回来。我跟你讲，我妈当年年轻的时候，那真的是能拎能扛啊。她每天5点钟下班，她要去超市买家里面晚上的吃的所有的食材，然后还有的时候会买这种牛奶啊、鸡蛋啊什么这些东西都要买。她就一个人坐着公交车1个多小时拎回来。我经常有的时候开门接我妈手里拎的2包东西，太沉了，直接跪下，太沉了。而且我们家当年还是楼梯房6楼，我妈就这么拎着上来，然后我妈每一次回家就是非常痛苦，但是她如此痛苦，她就能还是这样几十年如一日就这么来的。所以我就说这就是练出来的。对，当年需要锻炼。你看我爸他那个身材，现在他衣服脱下来就是比你现在就至少上肢这块比你的肌肉要还是有底子呀。对，因为他当年工作的时候在粮站嘛，就是要扛这些一包一包的东西。现在年轻人哪有这种活呀，对吧？对，你除非是装卸工人，大部分的人粮站里面也全部都已经是自动化机械了。所以这些现在这些上了岁数的人，叔叔阿姨这些，他们这些有劲儿，其实就是当年练下来的，是，就当年那个苦日子过来的。对，他们都是要扛东西啊，都是要自己拎呐。那时候没有车呀，然后也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这些互联网帮你把东西送到家。你想买，那个时候真的是你想买啤酒，你要想喝1箱啤酒，你就得自己下楼扛1箱啤酒回来，是，对吧？你想吃西瓜，你下楼你就得拎一个西瓜上来，不像现在，妈的都什么果切都给你切好了，弄在盒里送上来，对吧？那都不一样。然后说到变老这个事情，我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们这个家族里面啊，我妈这一支的，就是所有的女性，她们说自己老了，专门有一个事儿，就是膝盖开始疼了。在夏天的时候，空调房里面稍微坐一会儿，膝盖就凉了，就好像她们就是觉得膝盖不好了，就预示着自己老了，关节不好了就老了。对，可能也有可能吧，因为我也听到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普遍反映就是关节出问题，很少有人反映说什么我二头肌现在不舒服了，对吧？什么或者是说什么我胸肌现在不舒服了，都没有，大家基本上反映的都是关节。对，因为关节其实它使用损耗，对，容易产生损耗，就老化了。对，就像一部机器最早出现问题的也是一些零件，什么轴承啊什么之类的，齿轮啊，对，是这样。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就像你说的养生。养生啊，什么时候发现你爸妈老了呢？就是给你发一些什么千万不要怎么样，这些事情不做的话，你就老得快，就什么之类的这种东西开始给你发了，那就是预示着已经被大数据分到了老年人这一波。对，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明确能区分开的，就是年轻人那些注意健康的事项和上了岁数的人这种老年养生，你是能区分出来的。你比如说咱们说我们平常应该吃点维生素，对吧？或者说我们得早睡早起，或者说我们平常记得要吃点沙拉，吃点轻食，吃点水果。咱这种是属于真的是说在想说我是不是应该饮食均衡一点，我是不是应该让自己健康一点。但是他们那个就是真的是都很极端，对吧？那说我手机不能在枕头边上边充电边睡觉，对，不行，有辐射，脑子疼，都扶得我脑子疼。家里 WiFi 不能放到房间里， WiFi 有辐射， WiFi 那个东西就是我跟你讲有辐射。你这个平常就是鸡蛋不能多吃啊，鸡蛋就一周4个，一周吃4个最多了，吃多了之后就不行啊。多吃洋葱啊，多吃洋葱治百病啊，多吃洋葱啊。就是你会听到这些东西，就是很多东西都是很极端的，就是要么就是一定要么就是一定不能。对，你这但凡是给你传递这种的很绝对的一些养生技巧，就是奇了怪了，就是上年纪了，对不对？没错。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老年人特别爱回忆，聊天的时候都是在讲想当年怎么样。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爷爷奶奶那一辈儿还确实是有，但我觉得我们父母这一辈儿好像不太回忆。你爸妈跟你回忆吗？我爸妈从来不跟我回忆，就可能跟我们不回忆嘛，但是他们可能自己在讲的时候，经常会回忆到以前。
是吗？哦，那这个我还真没注意到，因为我妈经常有时候以前就经常吐槽我奶奶嘛，就说你奶奶真的是，她说你奶奶刚才问她晚饭吃了什么，她都记不住。你现在问她说那个30年前的事儿，她给你讲一字不落，那个细节哦，那个准确呀，那个。我妈说真的奇怪。但是你会发现，我爸妈他们这个年纪，现在就60多岁，可能他们还没有到，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创造，就是他们还在创造一些新的东西。就人一旦老到，就是他开始没有办法再创造新的东西了，他就要开始整合他以前的事儿，就是找寻自我。就是老年人找寻自我，就是青年人我们找寻自我的方式是我要去创造嘛，我喜欢什么我就去做什么。那老年人他已经老了，他就开始就像写回忆录一样，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不是说我现在要去干嘛，而是想一想我以前是怎么样的，所以他就会去回忆。然后这个在心理学上面也有一个理论，他就把这种东西称之为怀旧性记忆上涨。就是你刚才不是讲了吗？说细节很清楚，对，它这个就叫记忆上涨，就是它反而好像更强了。就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已经年纪大了嘛，他不会再去有新的东西了，然后他要去收获一些情绪价值的时候，他就只能去回忆以前的发生的事情。然后你们会发现，就是老年人他回忆总是回忆他青年期或者是成年早期那些事儿，因为那个时候会让人产生很多美好的情绪的时期。那个时期就是因为他都比如说遇见了自己的另一半呀，然后生了孩子呀，或者升职呀等等的，包括就那个年龄段的时候，人的这个认知能力也是最强的，所以那个时期的东西你记得也是最牢的。对，而且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说什么老年人老是喜欢想当年嘛，但其实你应该鼓励他们去怀旧，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可以从过去的这种积极的事件当中收获好的情绪，其实对他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这确实是个技巧。另外我还发现，就是一旦你的奉献精神变得非常的强，就是自我牺牲精神非常强，然后基本上很多事情都是要以下一代为主了，那我就觉得这个人可能像是老了。这是个优点。对，这不是一个缺点，这是个优点。就是有一种自我中心转移，他就觉得好像我像是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我可能更像是一个你背后的人，我可以去帮助下一代。是的，这个确实在我们这一代人身边尤为明显。因为比如说咱们父母他们那一代人，他们的父母其实是帮不到他们什么的。因为家里太多孩子了，你说帮哪个呢？他可能最后落到每个人身上，这个平均值其实是非常低的。但我们现在这些独生子女，真的父母他们老了之后，他们真的就是倾囊相助，或者甚至他们会给你很多他们当年想都不敢想的东西，但他们觉得说，我们要帮你，我们要为你们创造更好的价值。对，而且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有一种进步吧，就是它延长了我们父母那一代人他们的活力周期。我是这么觉得的。因为你看，比如说很多西方的老年人，为什么你在看很多西方老年人，包括日本的老年人，头发花白，60、70岁还在工作。我记得我以前去日本旅游，听到他们当地有一个说法，说60岁的老人在日本劳动力正当年，就是完全不夸张，他这个意思就是完全不夸张，就是这个岁数在外面正常工作，你会发现很多停车场的管理员都是60、70岁的人，大楼的一些管理员都是这些上了岁数的人，就是这些人还依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价值。其实那些人为什么还在工作？一方面是劳动力短缺嘛，但是另一方面很有可能就像我们现在的父母为什么现在还在工作，就因为他们可能还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给他的下一代。对，所以他们不太说希望我到了50到了60我就停止了，是他们觉得我还可以。有的人是觉得说，其实法定这个退休年龄，比如女的50，男的60，他觉得其实这个年纪人还是很有创造力的。那我为什么不再多干个10年、20年呢？对吧？自己既可以不用那么无聊，同时我还可以为这个家庭、为我的孩子、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个好事儿。就像你说的，当你老了之后，你的奉献精神变多了之后，反而是一个推动力，会推动你在这个年纪依然保持非常好的活力。对，没错。然后在精神上面，我就会觉得老年人就是你变老也有一些特征。比如说我是觉得我看到的老年人他就是两极分化，要么就是特别固执，就是他就是坚持自己的那个观念，一句也说不通。对，然后脾气也特差。对，就是那种人家会说什么像一块臭石头，不能触碰它。对，你但凡跟他说一你说二，你完了。
对，然后另外一种呢，我就会觉得有的老年人就变得特别随和，是，就是好像什么都行。你这么一说，好像真的让我也感觉到好像没有那个中间值。对，我身边就见到过一个特别固执的，当然见的也很多了。我觉得固执在东北那边确实有很多，尤其是我身边的一些老人。你比如说，我有一个二爷爷，他以前就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到他老了之后，就是有点像断崖似的，一下子就变得特别固执，甚至极为挑剔。那个时候，我爸跟我说，我因为跟我二爷爷接触肯定还是少嘛，但他那是我爸二叔啊，我爸就很了解他。我爸说，你二爷爷，我二叔，他以前完全不是这样一个人。就是说这个变化让他二婶，就是我二爷爷的老婆，都极为惊讶。就我老公为什么上了岁数之后，可能就是过了某一个岁数，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挑剔，因为他们家有保姆，他对于那个保姆就是极为挑，就那个保姆做什么事情他都挑。就我告诉你，夸张到什么程度，我们亲眼在他们家里头见过。有一次我们去他们家，那保姆在做饭，就是那个保姆做饭的时候把锅盖放到灶台上，再平常不过的动作他都要挑，每做一下他都挑一下。像我那个同事，他那个爷爷就是不洗澡。这个不洗澡是极端到什么程度？他就是我同事，就经常要回老家嘛，他老是要回浙江，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回去？他说我就是去看一下我爷爷，监督一下他洗澡。这么夸张吗？需要有人去监督，包浆了都。对呀、回去发现爷爷身上油光锃亮了。爷爷说我现在就是说我是在做文物保护。我把我自己盘出来。对，就是固执的老年人特别多，但我觉得随和的也不少。这也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点点期望吧，因为我觉得我目前的性格就不是那么随和，所以我就特别希望说，或者说我特别不希望将来老了之后这个不随和的这个东西会加重。我是希望能够在老了之后会变得越来越随和。其实好多人都是往随和这个方向发展的，然后就心理学家也有做过研究，就是他们会去研究老年人和年轻人时候的一些情绪反应有没有什么变化，然后他们就发现就是悲伤这个情绪差不多，就是大家都看悲伤的东西，年轻人也悲伤，老年人也悲伤，但是在愤怒这块不一样，就是显著的老年人就不容易愤怒。是不是跟我刚才说那种血气方刚的感觉，老年人变弱了？其实它是有一个原因的，然后就是有一个理论是这样解释的，这个理论叫做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它其实意思就是说，你会根据你自己现在所处的阶段和场景来选择你的目标，然后这可能会影响你的情绪。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老年人他会觉得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了，我就没有多长时间可以活了，我就不应该把我的目标定在什么我要挣更多钱，我要去创造什么东西，而是更多的是要去追求情绪的价值，我应该感到更幸福，所以他就会变得没那么在意，因为人一旦在意斤斤计较，你就会难受嘛。但是他会觉得我老了，我都快入土了，我就不要再跟这些小年轻计较了，所以他就不容易愤怒。而那些年轻人不一样啊，他就是想不到我之后要死了之类的。就虽然很多人就会说，哎，你别生气了，什么大家都要死的，你现在这不值得，对吧？但年轻人他看不到啊，他觉得我现在就是要挣钱。那如果他在工作当中遇到事情，是不是就容易跟人家吵架？对，就不像那之前我听人家说，哎呀，我现在跟的这个老板不太行，都快退休了，他都不怎么去争，那我跟着他也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说，你老了之后，你会去选择你自己的目标，你就会看到你没有必要去生气。有道理，但是年轻人也可以也要这么想啊，就是你就是说你争得太猛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导致你丧失生命啊。你想象一下那些路怒上面，这些大家都是为了争嘛，为了争一个红绿灯，为了争一条道，为了快，我为了抢，我为了别，我为了加塞儿，对吧？最后一旦出现问题，这不是也得不偿失？对，而且就是老年人他因为确实是见过了很多风雨，包括见到了人生的复杂。他年轻的时候生过无数次气，发现生气根本没用。对，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吃过的米还咸，什么这？啊，说了好多人老了会怎么样？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人老了就过时了吗？我会觉得就是过时了，但是过时归过时，你可以经典，你可以保持自己的经典。这个我觉得就像设计一样，你过时了就是过时，你就是属于
那个年代的产物了。你永远有新鲜的人起来。过时，我是觉得过时它并不是一个什么贬义词，它就是指代你是一个老了的人，你是生于90年的人，对吧？其实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担心，就是我不担心年纪变大，我不担心那些什么身体状态下滑什么这些事，像我说这些事儿是必须来的。但我觉得过不过时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心态的事儿，或者说是一个你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度的事儿。我就是很担心这个事情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得不出现。我之前真的有切身的经历过，就是我是90年的，可能在跟一些95后或者00后接触的时候，你就能明显感受到，你作为90年的人，就有些东西接受不了了，或者说不是说接受不了，就是不愿意去付出一些学习成本和精力去接受。对，你比如说，我记得当时好像是有类似于有一些新的社交平台，然后他们都说啊，我们现在都在这个社交平台上玩 Bumble 啊，各种那个你知道 Bumble 吗？不知道，我肯定不知道呀。但是当时我说的那种刚出来的时候，都是什么小红书这种，你知道那时候刚出来。然后他们都说啊，我们现在都在小红书上玩了，别人也邀请你说你也得来这儿注册吧，你也来这儿玩吧。然后那时候你会想说，我都有微博了，对吧？我有微信啊，对啊，我有微信，我关注人民网了，对吧？我为什么要再去搞那些东西呢？然后他们甚至就会说啊，这个现在是最流行的，你都不玩，你也太老了吧？就是他们真的会给你这种评价，就是你是老年人吧，你还玩微博，就这种感觉，你知道吧？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真的开始担忧，是你不自觉的就会不去接受新鲜事物，就是你会觉得我已经有了这个东西挺好的，我不想再去搞一个新的，我还要学，甚至我还要在手机上多下载一个 app。对啊，这都是认知成本呀。对呀，就是我觉得不愿意付出认知成本，也是变老了，也是变老。为什么呢？甚至可以换一句话，就是你的认知成本不够了呀，你才不愿意啊，对吧？不愿意花钱，并不是因为大把的钱我不想花，是因为钱不够了，所以不舍得花。可能你下载了这个 app 之后，你今天饭就忘记吃了，这么惨吗？这么惨吗？那我觉得那些身边年轻朋友应该能理解我。人家肥鸡老师还是吃饭吧，没必要下载这个 app 饭重要，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对，反正我是觉得啊，过时就过时，我不怕，因为就像大家在说什么有同温层，就是老年人也有同温层嘛，就跟同龄人一起玩呗。对呀，那我们可能没有那么过时，我们还可以跟95的一起玩，00的可能就不行了。后来发现95的00说，其实我们也不想跟他们一起玩，非要跟我们一起玩，真奇怪，这两个老逼。不要说我，好吧，我可以待在我的同温层。但是我觉得其实老了，有些人也未必过时。但是这个肯定是靠主观能动性去搞的。比如说咱们上一期节目咱们推荐的那个电视剧《妈别闹了》里边那个妈妈，我觉得她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不光老了没过时，反而还格外的超前，比她那2个女儿都超前，对吧？你看他妈说要玩网恋，说要玩视频聊天，说要玩 Tinder 这种东西，立马就给你注册，就给你头像 PS 都给你学会了。是不是挺厉害？我是觉得是有一些这种老年人的，比如说我们之前见识过一个咱们这个职业篮球联赛 CBA 里面有一个老的摄影师，他最早年的时候是体育摄影，他就是拍胶片，后来他就是发现已经没有人用胶片了，大家都是数码摄影，他70岁开始学 PS， 真的啊？然后80岁之前又拍了很多经典的瞬间，还是依然是中国体育摄影里面的老师，很厉害。我觉得这就是你不光老了没过时，你反而更超前。就我觉得这种就是老年人的积累经验，他的独到的一些眼光，再加上这种新的这种技术啊，这种迸发出来的东西，确实非常的给力。为什么有一句话叫越老越妖嘛？很多行业都是越老越妖。你比如说运动员，有些运动员，如果你要是能在上了岁数之后还依然保持非常强的身体状态，你那个经验积累，你经历过那些重要场次，再加上你的这些能力，那你是无敌的，越老越妖。其实很多行业都是这样，就比如说我刚才提的这个摄影师，那他以前拍胶片的时候，那些自己对于这些重要瞬间，赛场上稍纵即逝的这些瞬间的把控，那他再加上他的新技术，那他可能就是确实变成了一把更厉害的武器。确实是这样，因为在智力理论里面，智力分成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嘛。那在人对于变老的刻板印象里面，他们都就觉得老了嘛，就认知能力下降嘛，对吧？记忆力下降，对吧？你算术变慢了。但其实流体智力是越老下降的越厉害。就比如说像记忆力啊这种的，确实不行；观察力、注意力确实不行，反应力对都不行了。但是晶体智力它是越老越强，因为它是分析啊。
逻辑推断呐、等等的 OK 综合的这种问题的解决能力，一定是越老越好的。所以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老医生、对老律师，对对不对？老的咨询师、老的数据分析师，对，对不对？嗯确实，老的教师、老教授，对不对？老的作家啊，你举例就举例，你不需要把自己变得像老的一样。你说到老 podcaster 啊，欢迎收听我们第多少期？欢迎收听废话连篇第8755期啊，我们100多岁。那叫猛加更啊，猛加更啊。对，我是发现，就是当你提到这种就是老了之后还非常与时俱进老人，我发现就是其实我身边的就是我奶奶和我外婆，都算是有些方面还是挺超前的。比如说像我外婆，虽然之前都提过她好多次，就是各种被诈骗呀之类的，对吧？但是前段时间我们回家，她还跟我提了好几次，她说她想要那种滑手机。就是触屏手机，对，触屏手机，对，所以我们也给他买了一部，然后他也自己注册了微信，然后我有的时候上班路上，我从地铁走到这个办公楼，我还会给他打视频电话，跟他说我正在走路啊什么的。外婆说你走路跟我有什么关系？走路跟我说浪费我时间，我就准备去体验保健床垫呢。对，所以我就觉得，你看，因为我外婆也快80了嘛，70多岁，快80了，她还会有就看到别人，因为她是她们所有姐妹里面最大的，她的那个妹妹最小的妹妹就还比较年轻嘛，就跟我妈差不多大，然后她看到她在用这样的手机，她也想要。所以她是自己研究明白的这些东西。对呀，哇，那真的是挺厉害的。那肯定有人让她加上嘛，就教她一段时间。但我跟你讲，就是说完全靠别人来教。就能会，真的很不容易。你是不知道，我为了教我妈用这种智能手机，我妈有一段时期甚至跟我说我要不去报个班学一学吧。她当年最早的时候从 iPhone 4开始用了一段时间 iPhone，然后后来呢，她就换回了安卓，又换回了 iPhone， 中间就是来回好多次。智能机的变化真的是那种陡崖式的往上功能的增长嘛，所以后来他们确实有些东西他们就搞不明白了。是，而且他们又反复在 iPhone 和安卓机之间横跳。对，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对于自己的金钱非常的保护，所以他就很害怕说我这输了个什么东西会不会把我钱划走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妈不是在那个老年大学里头学唱歌跳舞吗？然后后来发现老年大学里边最抢手的一个班是智能手机班。然后我妈说要不我去抢一个这个课，去学一学这个智能手机什么的。我说你还没到那个，就是他们那个肯定是非常基础，就是连打电话都不会啊那种。我估计你去那个班里面应该都是很多都是比你年纪大很多的人。我说你现在就是只是一些非常确实一些比较细节的功能你可能不会，我说那个你就打电话问我，我来帮你解决，什么绑定个银行卡呀，订阅个什么东西呀，什么这个订阅解绑呀，什么这个他们可能不会，但这些东西都是很日常使用，其实是不耽误的。对，所以我是觉得你外婆那种到这个年纪还能自己研究明白这个滑手机，已经挺厉害了。对，我爸妈其实我觉得也是比你爸妈要强，就在这块儿。因为我爸有一次回家，他说我在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我说我都没有帮你下载淘宝，你怎么在淘宝上买了个东西？后来发现就是支付宝也可以进淘宝，我不知道网页版可能是。对，就在支付宝直接进去，然后包括他也在京东上买东西了。我说你怎么京东上也买了？他说微信有京东的小程序啊。就这些，就是他就已经研究明白了。我跟你说，这个也有一个点，就是你得让他有主观能动性，想去研究。我妈当年就是，我说你呀，网上买东西啊，就去淘宝买。我妈说淘宝怎么用，从来不会用。我说这个东西我教你，我说你下载个淘宝，我说你打开注册个账号，然后就选怎么样。我说你有没有销量排序、价格排序，对吧？看看信用，看看销量，看看评价。太难了，不会弄，我不弄了，算了，没事儿，无所谓。我现在要买东西，我就去菜市场，我就去什么实体店都行，都有，怎么样。后来你会发现莫名其妙自己学会拼多多了，对吧？你就是这个东西，我就必须得有主观能动性。哎，对，就有主观能动性。身边就这个同温层的人都在用，他们就用了。你教他淘宝教1年都教不会，拼多多人家没几天就学会了，比我们强。我们更说我花19块钱给你爸在拼多多买双鞋，特别舒服啊，比你寄回来那个好几千的都舒服。
你说到这个，我想到我奶奶，就是我奶奶呢，就是相当于跟我们刚才讲那些人都不一样，我奶奶还要再大很多，她90多岁了，哎呦，所以她也不可能用手机了。你知道我想起来，昨天咱们听闲聊，是那个人说我奶奶已经98岁了，我就特别希望祝福我奶奶能够成为100岁老人。他们说你能不能稍微祝福时间长一点啊？就再活2年呢。对，我奶奶就是90多岁了，就是离100岁老人也不远了。那她肯定是没有办法再学会这个滑手机了，但是她也是属于特别与时俱进的一个人。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那她也已经很大了嘛。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她和我爸妈一起到我的高中来参观，还是来看我，就在那个学校教室的后门口站着，然后我同学就往后看嘛，说这什么哪里来的领导来视察了？哦，就我你奶奶那个范儿确实像，对她那个气质，对吧？那个小就是留胡兰那种发型，然后戴一个那种墨镜，对吧？她戴那个墨镜啊？不是墨镜，就是黄片儿的那个啊，有色镜片。对，有色镜片戴着。你奶奶戴着有色眼镜啊？对，反正就那个气质，对吧？特别的唬人。然后包括她特别搞笑。我不知道你是从出生开始就喝酸奶吗，还是怎么样？你在说是人话吗？我出生的时候喝的是我妈妈的奶，喝什么酸奶啊？你妈的奶坏了吗？就是怎么会有人出生的时候就喝酸奶？我跟你说，我喝酸奶是在我小学的时候，跟我爸一起去绍兴整牙齿，然后在一个写字楼的底下买了一罐光明酸奶，2个人1人1罐。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酸奶，喝了每人1口，然后吐出来之后就丢到垃圾桶了，说怎么回事？这卖的就是坏的。后来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酸奶。哦，当时你们不知道那叫酸奶？对，不知道呀。而且所以你们也不识字吗？那盖上肯定写的呀。我忘了，反正那时候我还很小，那就是我爸嘛，我爸就是糊涂，然后我们就都丢了。然后讲到酸奶，是因为我奶奶，就是后来我大概读大学，然后我哥哥就来上海了嘛，然后可能有一次给他带了酸奶之后，他就爱上了。哦，然后之后他就是会点名说，我就是要喝上海的酸奶。上海有什么酸奶是土特产吗？没有吧？我估计就是光明的某一款酸奶。哦，对。然后包括他就是每年到了春节，儿子们就会带他去买衣服嘛，他就是要穿耐克鞋，就是点名要耐克。对，点名他说我要那个耐克鞋，就是他说那个鞋舒服。就你想啊，一个90多岁，那时候可能都快将近90了，然后他就会对于这种新鲜的事物他会追求，包括他看病什么的，他就是我要去上海看病，就这样子。跟我妈一样，上海能查出了病了，小城市查不出病，没病就难受。哎呀，我觉得确实人老了之后啊，他确实和年轻人有的时候难相处。我们作为还年轻的人，跟我们父母这些上了年纪的人怎么相处，其实也是一门哲学，是，也是一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学问。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应该是这2、3年开始有所改观。我其实以前啊，我觉得我自己回想我自己，我会反思我自己嘛。我以前感觉就好像对我爸妈他们这种稍微上了岁数一点的人，就没有那么有耐心，甚至有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他们有很多事情就是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他们都不会，还要来问你，你教他们吧，教1遍2遍都还不明白。可能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是类似，所以我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想一想，到底应该怎么去跟老年人相处，会比较能够让他们也舒服，让我们也舒服。我现在反思之后的改变就是，我开始越来越有耐心了对他们，因为我慢慢开始发现，他们其实不是说故意在难为你，对，他们那些东西他们真的就不会，他们又很想会，然后他不是说真的说听了1遍之后没认真听，说不知道，他甚至都拿笔记下来了，但他还是不明白。就有些概念，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在跟95后和00后相处的时候，人都觉得我老，同样我看我爸妈他们，我也觉得他们老，其实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就是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就跟他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一样。你跟他说啊，微信点设置什么，我的手机什么通用，他就是不知道通用是什么，什么叫通用，通用是什么，对，他就不知道。你得耐心跟他说点哪儿，怎么摁，得一步一步教清楚。对啊，你甚至得截图给他圈出来。对，包括你教他什么面容解锁，他都不知道。你跟他说什么，你说你就面容解锁，你扫描就行了，他都不明白到底我怎么扫描。你得跟他耐心说，你得把侧脸转，你得眨眼，你得教他。就得耐心一点，尤其是在当他们有主观能动性来找你说我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把他们拒之千里之外。你说啊，这东西你没用，不用管了，这东西你用不上，别弄了，千万别。你比如说我爸妈有的时候他们来说，哎呀，我想看个什么电视剧，看不到。我说，哎呀，你想看这个，你得
买一个电视频道的会员，他们会觉得，哎呀，买电视频道会员还要花钱，算了算了算了，不看了。哎，别呀，你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他们是在压抑自己的欲望，为了怕你麻烦，也为了怕花钱。但是其实你是知道，这么压抑下去，那你就没有任何乐趣了。现在这个互联网的平台，你什么东西不付费能看？没有，你都得付费。所以跟他说，你说没事儿，我那是当时就是我爸妈就死活就说不要开那个会员，后来我就给他们单独开了，扫了码之后，我用我自己的卡付费，每个月都在我这扣，我就说你们就看就是了，就是你得让他帮他们解决这个事儿。然后再有就是，比如说我妈那天打电话来啊，跟我说山姆会员店真好，去逛了一次，哎呀，什么都好，什么东西都好，就是没有卡不能结账。我说那你就办个卡呗。哎呀，别办卡，那花钱呢，没有用，我们用不上。再说我们可以进去之后找别人借卡，每次都进去找别人借卡就行。后来惠子说，你说干嘛要借卡呀？他说要不就我们办一个，把卡给你吧。然后他们就说，哎呀，别，我们不是就是不要办，他就怕花钱。对。然后这个时候你想办法帮他解决呢，就是我当时想的方法就是我们去淘宝上找一个办这个的，能便宜点。你只要便宜了一些，他们就觉得划算了。对。总而言之，就是我是觉得在跟这些上了岁数的人。跟他们解决问题，你得想办法进到他们那个思维里去帮他们解决，而不是一味的在你的思维里强迫他们去理解你的思维，然后按照你这个方式去行事，而是你要进到他那儿看看究竟怎么让他们的方式既能把这个事儿办了，让他们满意。这是我觉得我这2年开始有的。再就是我变得特别有耐心，他们有困难别通过电话3句2句给他们打发了，我都会视频，来咱们视频，我一步一步教你。有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呀，你现在是不是在工作呀？你现在是不是在上班啊？现在是不是没时间？我说没事，你别着急。我说这个事儿简单。这是我觉得可能跟他们相处的一个技巧。要让他们知道你还惦记他们。我觉得这个事儿挺重要。老人嘛，他有的时候会觉得缺乏陪伴，或者说他觉得，哎，我老了，对吧？也没有什么价值了，孩子们又远在外地，对吧？几千公里之外，他们也可能也忙自己的，平常也不怎么搭理我们。就适当的要多让他们知道你在挂记他们。比如说打电话呀，像我现在就是说有一个固定的日程，每周6周日会给我闹钟提醒我往家里打电话，能打电话我打电话，更有时间我就视频。逢年过节有个什么大事小情，父母的一些重要的，就父母的一些特殊纪念日，比如说这个父母的生日，对吧？或者说什么时候给他们买点那种小东西。小礼物，有的时候没时间买礼物，我是有一个经验啊，有的时候未必咱们会想那么周全，就很早就买好礼物寄过去了。如果没买好礼物，其实你就在当地找一个外卖，或者找一个什么大众点评上面，在当地给他们订一束花，或者订一个蛋糕，他们都非常开心。我有几年就是我前几年一直就是记着我爸妈的生日，然后在这之前给他们挑自己他们喜欢的礼物寄过去，后来越挑越难，就是你感觉能送都送了。后来我就开始，就是我妈过生日，我就给我妈送花送蛋糕，然后我爸过生日，我也可能也给他送蛋糕，然后你就发现他们特别开心，比收到礼物还开心。他们觉得这东西实在，他们觉得我的天哪，能吃。对，而且他们本来他们就说他们拍照日常啊很少自己吃蛋糕，对，你没有什么情景会吃蛋糕呀。哎，在这么一天，你给他买一个他们喜欢吃的蛋糕，像我妈特别喜欢吃芝士蛋糕，你就给他买一个芝士蛋糕，她觉得特别开心，她觉得啊，我今天特别享受，我一个人一天就吃了1块芝士蛋糕，一大块，特别满足。她甚至还跟你说啊，今天我都不减肥了，我这个全都吃了。然后第2天就啊，胃疼，胃是不是长什么东西了？我去上海看病啊，我去上北京看病。对，我是觉得这些东西也都是很有必要的，就现在年轻人应该要稍微注重一些这个。对，这也可以帮助你更频繁的自己知道你要去牵挂一些那些远在家乡的这些上了岁数的人。对，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好，因为现在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讲有一个综合症叫空巢综合征。对，是的。对，就是特别是小地方的哈，就是孩子都出去了，然后他们年纪又大了，他们也不可能也一起出来，他们就自己待在家里面。其实孤独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的。就因为这种孤独再加上身体的退化带来的这种情绪，就造成很严重的这种心理问题，然后又加重身体上的问题，就是一个很严重的这种恶性循环。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在你父母身边，你最好让你的父母跟亲戚朋友住得近一点，就大家或者说日常社交的场景多一些。你比如说，你看你父母和我父母，我觉得咱们就这2家父母其实都挺理想的。你看你父母和你舅舅和你外婆住的都很近，包括和你奶奶几个大爷，对，因为你们那城市本身就小嘛，对，大家远远不到哪儿去。像我爸妈他们也好，我爸妈和我2姨3姨基本就住在同一个小区域里面，对吧？然后我爸妈又隔3差5会开车回农村去我2姑家住几天，就大家还是有一个圈子大家在玩的。我觉得这就很好，就是他们不孤单，
虽然他们的孩子都在外边工作，但是他们不孤单。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挺好的，千万别让你的父母说我待在一个地方，然后我身边没有任何社交场景，我也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就每天就是老两口，那就容易有问题。哎，我觉得我们以后老了有可能是这种情况。我怀疑我们老了之后，可能你就长期住在南通了啊，我一个人住在上海空巢啊，我就空嘛你这叫单潮啊，三巢啊。对，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在说我们要给老年人给予爱嘛，对啊，对吧？包括刚才你说的有一些，我也其实也挺想提的，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不是讲了嘛，人变老的一些症状，就是他们很多的行为是退化带来的，并不是他们一定要这样做的。比如说我们觉得老年人唠叨，说过的话又说，那是因为他记不住他说过了，忘记他说过了，所以他又说了一遍，你是听到好几遍了，但是他觉得他是第一遍说。对，所以这个是第一，就是一定要理解很多事情是退化带来的。第二个呢，就是你也说到了，要用同理心去理解他们的想法。比如说，30多岁的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都70、80岁了吗？他们就催你生小孩或者催你结婚，而且他们会很生气，就觉得你都年纪这么大了，你都还不结婚，对吧？我都老脸都被你丢光了。他也会说你是剩女啊什么之类的。那现在社会其实对这种词语是很讨厌的，但是一个70、80岁的人，他的价值观已经固化了。就为什么说刚才我说老了会固执嘛？因为他已经固化，他没有办法再变了，他没有那个弹性了。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跟老人他们之间，比如说观念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更多的是你去迎合他们，但是这个迎合并不是说 OK 你认同，或者有的时候你答应了一些什么事儿，其实也是为了让他当即他舒服。你再想想，他都退化了，他可能都忘了你说过的话了，下次不承认就行了。就答应就好。对对对，知道是，一定给你办到。对，这也是个小技巧。是，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类型的，就是你要去对他们表示爱嘛，就人老了需要有人爱。然后接下来呢，还有就比如说人老了，你得要让他有事儿做，不能闲着。对，因为老了之后，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价值感丧失、控制感丧失。为什么我们讲到说老年人有的时候固执，他就是觉得那现在孩子大了，我控制不了他了，然后我也没有下属了，我会觉得我很没有价值，我也管不了什么了，他就要特意去抓住一些事情。反而就格外的加强他的控制感。对，就像那个保姆放那个锅盖的事儿，其实就是一个小事，他只能管到这个事儿。他如果还可以运筹帷幄，他才不要来管这个事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我们要让他们有事做。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你在教你爸妈做那些事情，就是搞那些智能手机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过于细致了。哦，就是你要让他们自己去发现一些东西，探索一下。对，就你不用说那么清楚，然后就是你甚至要求他们去做一些事儿。前段时间不是让你妈帮我买维生素吗？就一方面当然我也是觉得挺好的，就不需要自己花钱让他帮我去买，对吧？另外我也觉得他们会觉得你需要他，他不会觉得我老了哎没用了，就是他们会觉得我还可以帮到你，你竟然来问我，对我有所要求，就会让对你这么一说让我想到，就当时我给他们办完那个山姆会员卡之后，我就跟他们说嘛，我说今天卡办好了，明天你们就去给我逛一逛，然后逛完是有什么东西给我们反馈，买到什么好吃的了拍个照片，让我们也了解。如果真的好的话，我们也自己给自己再办一个，我们也去。第二天他们就没反馈，我就追问了一下，我说你们去没去啊？逛没逛呀？玩没玩啊？买没买好吃的呀？然后他们就来反馈了嘛，说刚去完，刚在逛，怎么样，整个人的那个状态特别好。就我觉得这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东西的一个效果，就是你要让他们去做一些事儿，他们会觉得对，我们去做，而不是天天在家里头闲着，而不是说好像我什么都不用做了。对，就是你让他们觉得自己被需要，这个很重要。是的，包括我想到控制感这个事情，我外婆就是她很喜欢来我们家，然后去视察我爸那些大米堆的怎么样，稻谷放的怎么样啊之类的，然后我们就说他是董事长来视察了。特别逗。怪不得你们每个礼拜都让董事长请客吃饭。对呀，你看我们家就有这个啃老的习惯，只要这个桌子上面谁最老，一定是他付钱。他很开心啊，他觉得他又节约，然后退休工资又花不完，然后经常还有理财，还有一些钱，他就觉得哎，你看我一大桌子都是我的孩子，然后我请大家吃饭，我70多岁了，我还在请大家吃饭，我一点都不老。
外婆说：“对，我都花钱请你们吃饭了，我拿包纸巾怎么了？”真他妈抠你们这些饭店。对，然后在有事做这块，就除了让他们感觉到自己被需要之外，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要帮他们获得科技的力量。这个怎么说？比如说帮他们去买一些就是现在流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定时的电饭煲。虽然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很流行的东西了，但是对于年纪大的人来讲，他们不知道这些，对吧？比如说吸尘器什么的，他们不知道。对，那我们可以去买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去跟现代的社会、互联网什么的有一些连接、接轨。对，让他们不过时。对，就我们帮他们，让他们不过时。我们要不给我妈买吸尘器，我们要不给我妈买什么扫地机器人这种东西，她可能永远都是跪在地上擦地，是对吧？你不帮她办电视会员，她永远就只会看那些免费的电视，就拿机顶盒在那看一些什么东西。她看不到那些什么芒果 TV、什么奇异果 TV，她看不到这些东西，对吧？所以，哎，你这个说有道理，这个确实我有点没想过。多带父母出去见见世面，对，多带父母去吃一些他们没吃过的东西，多带帮父母买一些前沿科技的东西，什么空气净化器呀、这个加湿器啊，这个东西都给他们搞上，让他们了解这些，对，让他们知道哦，原来生活并不是像以前一样，就是那个老旧的样子。对呀，对，包括我奶奶的只有一个孙子嘛，然后有的时候我哥就不回家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小，上大学，然后我把我的电脑拿过去，那时候好像还没有视频手机，把电脑拿过去用 QQ 视频，然后我奶奶特别，她说哇，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就像我小时候看的《封神榜》一样，就拿个镜子可以看到对面，她是这样讲的，我印象特别深。你说奶奶，你还经历过拿个镜子就能看到对面的时代啊？是。然后前面讲到了有人爱和有事做嘛，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特别重要的就是给他们爱别人的机会，就是我们去接受他们的爱，他们的好意。经常就父母不是我们回家，然后回来的时候他们就要给你带一堆东西嘛，就我每次不都是接受的嘛，虽然有的时候你多了，你甚至可能最后要丢掉，但是我每次都特别开心，哦，好好好，拿走。就是你要让他们有爱你的这种机会。非常重要，就这个事儿你也是教了我很多。对啊，就是我妈经常说，哎，你们想不想吃饺子？我给你们包饺子快递过去。对，快递过来。包子，给你们熏鱼，给你们炸东西，给你们快递过去。我每次说，我说别麻烦了，我说我们也不吃。我有的时候我真的实在，我说我们也不吃。我说你寄过来，我们也扔了。后来你就跟我说，你说干什么呀？你说你就让他包，你就让他寄，咱们吃不吃那是咱们的事儿。你说你让他们干，他们就开心。对呀，包括我外婆不是给我那个羊奶粉吗？哎呦我的妈！我的妈呀！我真的今天早上我又在喝，真的我又只喝了半杯，就实在是太膻了。但是我又觉得这东西反正也没害嘛，他要给我，我肯定就接受。我觉得我比我妈做的好。还没害吗？都喝都难受成这样了，还没害吗？我妈对我外婆有的时候就没有这么耐心，可能就是隔辈了。包括而且就是我从小是我外婆带大的嘛，就感情特别深，所以我外婆给我什么东西，我肯定都是接受的。我觉得你还是因为可能学了心理学这个比较懂，因为你看我嘛也是因为你我才懂这些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就确实你当你的父母上了点年纪之后，你要怎么跟他们相处，对，可以让你也舒服，让他们也舒服，有的时候不能仅仅让你舒服，他们不舒服，你懂吧？所以我们也得做出一点牺牲，也得有点奉献。对啊，我就觉得就自主选择嘛，让外婆保健品就是买哐哐买，对吧？只要没害就行。那可不行，那可不行，我不能让我妈哐哐买，我妈她真的哐哐买了，那完了我操！那你妈不是节约吗？你妈节约现在就在保健品这儿节约不上，对吧？肯定是呀，她不是嘛，就是她说为了健康，她就是愿意倾囊。对，所以我总结一下，就是这9个字嘛：有人爱，有事做，然后也要爱别人，让他们。对，是。你有想过自己变老之后会什么样吗？有想象过这个画面吗？我觉得我没有想象过，但是曾经就是就是你说的跟男通的闺蜜聊过非常多，就是老了之后我们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我以为你俩只是聊了老了之后2个人要一起住在全是老头的养老院里。没有，我们才不要住在全是老头的养老院里呢。你们要住在哪儿？全是小伙的养老院里吗？这个可以。这还轮得到你们？那都得摇号，我告诉你。拍卖。然后我觉得我老了之后有2种情况，第一呢，我的人生很成功。如果我的人生很成功呢，我肯定会很爱跟别人分享人生道理，就是到处跟人家讲，做讲座。对，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对吧？然后这不就是张博士吗？然后如果我失败了，我觉得我应该就会特别的沉默寡言，就是把嘴闭上了，觉得自己特别丢脸。对。那你觉得你是成功的可能性大还是失败的可能性大？
应该是成功的可能性大，还行，还是有点自信的。因为身边有你嘛。哎呦呦呦呦呦！就让我想象我自己变老之后的样子，我总觉得我老了之后就特别想一个人什么也不说就干自己的事儿。嗯，对，就可能因为我其实你是了解我的，我在大家的眼前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对吧？很愿意说，愿意分享这些的一个人，但其实私底下你就发现我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还是就比较安静嘛，然后就比较想做一些自己的事儿嘛。就如果没什么必要，你看我刚才回首看了一下，我上个礼拜连一条微博都没发过。就是其实我也没什么事儿，我也不太会想说干这些事儿。我觉得就是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儿挺好，有点像那种退隐山林的那个样子。那你会种田吗？哎，这个也是我想过的。就我还真的太好了，我可以吃自己种东西了。就我还蛮喜欢那种，就自己家里面有个小院儿真的吗？啊，然后甚至有点地，然后能种东西。太好了。或者说这个院儿里面，我们平常可以在外边坐一坐，闲散。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喜欢看那个 The Ranch。哎，我也想要有院儿。对，就是我觉得你有一块属于自己的这种户外的空间，是一个很幸福的事儿。对，我想要院儿，我是想要坐着，然后自己在这个院子里面写书、看书。我的妈呀！我觉得我老了之后应该是会想要写书的。这么看，你老了不成功不行啊！就所有的路都是按照成功铺的。那我可以写失败的书呀。哦，我的人生是一盘散沙。主要就是会在有一个叫肥杰的人。然后另外就是我老了之后，肯定我是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跟爱人相处。这个爱人包括你，包括我的朋友们。吓我一跳，我以为说这个爱人，你不要理解错，没有你。因为我会觉得，为什么我特意要提这个呢？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老人，我们上一辈很多为了带孙辈啊，奶奶或者外婆会到这个城市里面来照顾，然后这个爷爷或者外公就自己留在家里面。对，因为现在很多人的条件因为大城市没办法两个人都来嘛，特别多这样的情况。空间有限呀。当然很多是因为他们那个年代有一些就是互相已经相看两厌了，最好你赶紧走，别回来了。来上海的火车票都是你爸给买的。对，就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不太好，因为我们前面都没有聊到这个就是老人照顾孙辈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大的社会现象。那我是觉得这个很好，因为这个就是中国传统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它有很多好处。但是我觉得我看到的这里面最垃圾、最差，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这个分居的事情。就是因为要照顾下一代的下一代，对，导致老两口分居。对，我是觉得要么就一起来。我的想象当中，就是越老好像越离不开就是这个老伴儿。是，我觉得我爸妈现在就是，对吧？我发现我爸妈就是越老越腻歪，越老越恩爱。我觉得他们以前就是你也知道，我爸妈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天天吵，天天打，很多时候就非常激烈，都是动刀都特别吓人。然后，但是发现他们两个人老了之后，就是哎，奇怪了，就是牵手了，然后天天发一些那种很恩爱的照片，可能是为了做给我们看吧，让我们放心。其实天天还是在家打，变化很大，让我觉得挺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就是我爸妈就他们两个人肯定是离不开对方。对，所以你那个之前那个提议，我觉得也挺好。就是如果我们真的需要老人来帮忙照顾孩子，那我们就如果家里的地方够，那大家就住在一起；如果家里的地方不够，或者说我们不希望他们干预我们的生活，那我们就在同样的小区里面再租一套房子，对，大家住在里面，对吧？照顾孩子也方便。对，其实这个多花不了多少钱的。如果你让老两口分开，然后哪个得了个病之类的，那你就得不偿失。我记得你嫂子之前她妈妈不是来上海帮忙。经常有的时候要回去一趟的借口都是我要回去帮他洗洗衣服换换床单了，太久了。我想说他是大叔在家里连床单和衣服都不会弄吗？现在不是大叔也在这儿吗？现在都在这儿。但是大叔也不是很想来。对，大叔每天百无聊赖，我就只能去那个什么老年活动中心撸铁。对，好。最后我还想问一问，就是如果说咱们提一个假设的问题啊，如果说要你给自己变老后的自己，一些寄语，要让他一定要做什么和千万不要做什么，你会分别让他怎么做？老的自己是吗？对，老的自己你会跟他说一定要怎么样和千万不要怎么样。我觉得我可能一定要的是要好好体验和重视自己的老年生活，因为你知道我本身就是一个就是现在的生活我都没有那么重视嘛。反正我是觉得老了一定要好好体验和重视，因为有一个定律叫做风中定律，
风就是风止的风，终就是终老的终。它其实就是说一件事情，你对它的印象基本上是由它最激烈的那个和最后的这个印象组成的。那人的一生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当你死之前，你可能回忆起来，一个是你高光时刻，另一个就是你老年的这一段时间的感受，像是你人生的底色一样。所以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老年。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你认为其实老年的时光也是非常值得去体验的时光？当然了，并不是说人老了之后其实生活就没什么色彩了。对，因为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它虽然跟年轻的时候不是同一种色彩，但是它也是有色彩的。对，它是那种沉淀的。就年轻的时候，你永远是在混乱迷茫中寻找自我，但是你年纪大了之后，你是在整合自己，就像翻看自己以前的书。但也有一些老人越老越花呀，玩儿更猛啊，整的更厉害。广场上面就是说，整个就是说拿捏的，就是男男女女们，大家就是说，就那个什么劳动公园那些动作啊，就是感觉可以上奥运会那种啊，包括这个襄阳公园，你看看那条马路，从那个淮海路和襄阳路那个角往里头看上去，那些老年人，你感觉那是老年人吗？那些扭动那些舞蹈，对，我觉得就宁愿过成那样。哦，就别人有眼光说怎么样，但你也不要过成什么在家里面百无聊赖的样子。那你呢？千万不要呢。不是，你先说，你一定要。我是希望一定要保持整洁、干净和体面，这是我希望自己一定要的。因为我看过太多的老人，无论是我身边的还是咱们在大街上看到的，很多老人到了老了之后吧，也不是说他们刻意的，就是他们好像不在意了，不会打扮了，甚至就像你刚刚说的，你那个同事的爷爷，他都不洗澡了。你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想法呢？你可以有的时候就觉得是他不在意了，或者说他懒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最终那个结果是一样的，都是不体面了、不干净了、不整齐了。所以我是希望我能够老了之后保持干干净净，穿着依然要得体体面。虽然不能说还像现在这样穿这些什么流行的衣服，但是你是可以穿属于你那个年纪的得体的合适的衣服的，对吧？而且有的时候吊带儿。对，就是那种运动 bra 嘛，这是70岁的时候就想要穿这个嘛，就是把这个儿子啊、孙子啊全都叫来，就是说给我要买运动 bra。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上了年纪也有上了年纪适合的一些体面的衣服，反而我对这个还是有一点期待的，因为我总觉得我现在这个年纪啊是没办法驾驭那些很成熟的衣服的，比如说有一些那种定制的非常可体的一些西装啊、衬衫啊、休闲的这种短袖啊，你看有很多非常帅的嘛，你会觉得哎，好像我现在无论是生活状态还是我的年纪，好像都驾驭不起来。那如果我上了年纪，是不是刚好那些东西就适合我？那我反而可以穿得干干净净，就感觉像一个非常有腔调的人。对，我觉得这个前提就是你首先你得干净整洁，你得有自己的一些追求。那你可千万不能得老年痴呆。为什么？因为得了老年痴呆，你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因为我见过我爸爸的奶奶还是谁，反正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年纪很大，他有老年痴呆，就是他会把内裤穿在最外面。然后我还听别人说，就是老年痴呆的一些症状嘛，比如说什么玩自己的屎啊，然后吐痰就很凶，反正就是老年痴呆确实是非常残忍的一个病。但他也可以提前去预防然后包括你要去锻炼，比如说我之前说打麻将啊，然后做一些认知游戏啊，就是可以去预防老年痴呆。天哪，那家里人不干预一下吗？比如说他把内裤穿在最外面了，帮他脱下来换一换啊。对，但你也不能天天看，就是你对，就24小时看护了。其实这样的话得对，这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做的一件事。OK， 那你一定不能得老年痴呆。千万不要，我自己给自己的千万不要就是不要忘记学习。天哪，学霸又来了，都70了，最后你孙子来找你说，奶奶干嘛呢？奶奶，你做作业做比我凶啊！奶奶，这都12点了，你怎么还在你这别老占着我书桌了，我作业没写完呢。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我的意思就是人要终身学习。这个学习的意思不是说你要去做作业啊，然后要怎么样读书，就是你要去学这种新的事物啊，摄取。对啊，摄取新的内容啊，包括你跟年轻人学他们新鲜的东西啊，对吧？还是要学。可以理解为就是还是要不停的去探索这个世界嘛。我的千万不要啊，就是千万不要脾气臭，千万不要乱说话多说话。我是觉得人老了之后话特别多，就很容易好为人师，就感觉好像我要跟你讲我的人生经历，我要告诉你我过来人，对吧？我走过的桥比你
走过路吃过米都咸这种。对吧？就是很奇怪，因为你其实想心里话，就是你能传授给年轻人的生活经验，其实能有多少呢？对，主要是你不符合时代了。对，你可能能帮到他们一些，你可能能给他们一些启发，但是你没有办法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原汤原水的灌输给他们，因为大家差得太远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千万不要在那个时候变成一个好为人师的老人，更希望能够成为一个非常平易近人。我称他为懂得跟年轻人保持距离。就我是觉得一个好的能够帮到年轻人的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就是你感受不到他的存在，但是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真的可以来帮你。我是希望将来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老人。我觉得我爸妈其实对于我来讲，现在就是像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特别好。他们会来问你经济有没有压力，然后同时呢，他们会跟你说，哎呀，你有没有什么烦恼可以跟我们说，我们可以帮你。我说没事，我说没有，但是你心里会非常舒服，就是 OK， 你知道，就是如果你有了困难，他们是可以帮你的。是。他不会说天天打电话来说，告诉你不能干这个，你不能干那个啊，怎么样？他不会。我觉得这就是我将来想成为的。对，我觉得我们的父母好像都挺好的，就是我爸妈也不会，就是一定你非要怎么样。你爸这种老人也是我觉得特别好的。我觉得你爸属于基本上就应该是我现在说想要成为的那个感觉。是吗？就是说，我觉得我爸你老了之后就是蜕皮呗。对我爸，我爸还是话有点多。是的，对我爸有的时候还是有点好为人师，毕竟他就是个老师嘛。但你爸就属于那种基本已经达到我现在就是脑子里想的，我将来老了之后想成为的，我觉得合适的，就是跟年轻人保持距离非常好。对，甚至你像我爸是属于那种，我要是跟他发微信，他肯定会滔滔不绝，觉得我天哪太棒了，我儿子总算主动给我发微信，我得多回2个，夸夸夸7个59秒语音就来了。但你爸是那种，你跟他讲了半天话，你发7个59秒语音，你爸回一个好的。甚至有个表情笑脸就结束了。对，所以我觉得你爸这种挺好，就是你也心里清楚，你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在。对啊，那当然了。对，那你呢？你都说完了。什么呀？你是老年痴呆了吗？已经开始了。完了，待会儿去玩粑粑了。完了。那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会想象中以后老了之后我们2个人会怎么样？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改变我们的生活的这种互相的这个扶持？天哪，你这么一说，我是真的从来没想过。我觉得我们2个老了之后，应该就是还是很正常的样子，就还跟现在一样。是吗？就天天吵架？天天吵架，但可能那个时候会打，会动手。对，我会觉得就是很多人会担心自己变老嘛，然后比如说女生就会觉得，哎呀，我会变丑啊，然后就赶不上那些年轻小姑娘呀。然后其实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想法，因为我觉得我也不是靠什么颜值什么的让你喜欢的，对不对？而且你也一直说过很多，就是我身上的特质，你觉得好的东西都是很内涵的东西，那我就会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应该会越来越好。所以我从来就也没有担心过说变老之后我们2个人会怎么样。我经常有的时候走在大街上就看到现在这种大都市里的这些长得很漂亮的姑娘，我经常有的时候就在想，我老婆的很多东西在大街上是看不到的，是没有那么随处可见的。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就当然你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啊，你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那对吧？你老婆不漂亮，所以你说谁说的？谁说我不漂亮？我不知道，刚才谁说的？妈，我去揍他！对，所以有的时候我就真的会想说，我更喜欢你这种内涵给我带来的这种东西。主要也没有别的啊，对，主要也没有别的，主要没就乐观嘛，主要就是这个人，咱就乐观嘛，咱得不到，咱就说自己手里有啥，咱就要啥嘛。你这物化我吧？什么手里有啥？这是不是物化？对，然后最后我还想说一个，就是前面有一个问题说害不害怕变老嘛，后面我也没讲。其实我内心里想的就是，因为有你在，我就不是很害怕变老，因为我肯定比你先老。这么温情的时刻一定要搞笑。我刚才那个时刻不温情吗？你不是也在搞笑吗？好吧，那可能我们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变老。对，可能我们2个人就是打打杀杀。当你老了，当你老了，下一句忘了，老年痴呆了，去玩粑粑了。好吧，这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大家也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们讨论讨论。你有没有幻想过自己变老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对，或者说回答一下我们刚才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老了之后，你觉得自己一定要怎么样，和千万不要怎么样，你对自己是什么样的寄语？好吧，那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拜拜。